瓦格纳对战美法，大战一触即发。今天这期视频咱们不讲乌俄战场，换换口味，聊一下尼日尔与瓦格纳的事情，看看尼日尔的战事，聊聊普里戈金遇袭后瓦格纳士兵该何去何从。火力军听说有一部分瓦格纳士兵已经投降乌克兰，这就很有意思了。按照法新社的报道，现在尼日尔那边的军方已经正式邀请美德法三国的驻尼日尔大使在48小时内离开尼日尔，并且邀请瓦格纳与马里的布基纳法索军队进行联合防御，准备与北约和西非联军展开对决。只是就这几方的实力来看，瓦格纳有点难顶啊。在西非地区的战事，参与方有2个本地人，一个是围绕尼日尔周边的国家，总兵力大概在1万人左右。另一个就是在尼日利亚为首的西共体国家，尼日利亚联合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贝宁，已经组建一支超过 2.5 万人的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尼日尔。同时还有2个外地人，一个就是尼日尔邀请的瓦格纳，人数在3000左右，现在已经开始训练尼日尔军队。最后就是北约，北约在尼日尔境内驻军总兵力在3000人左右，其中法国驻军1000到1500人，配备了无人机与战机。美国有1100人左右的兵力，配备运输机和 MQ9 无人机。意大利在尼日尔驻军约300人，欧盟约有50到100名士兵。目前瓦格纳部队兵分5路，一支主力直指尼日尔首都，其余4支则迅速占领了与多个国家接壤的交通战略要道，并且已经与美法驻军交火。西共体总参谋长已经批准西非联军对尼日尔进行军事干预，并且准备向美法请求空中支援。瓦格纳与美法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只是尼日尔这一方的实力差的有点多，人员与武器装备都不行。从公开资料来看，尼日尔陆军是其武装部队中最大的，大约有5200名士兵，兵种跟其他国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装甲营、机械化营和摩托化步兵营，配备了一系列装甲车辆、火炮，总数大约在300辆左右。看上去还行，但实际上很差。其装甲车辆都是老式轻型装甲车，以及步枪、机枪、迫击炮，整个火力都比较薄弱。其数量最多的就是法国潘哈德 AML 系列，其中有35辆 AML-20、AML-60 以及90辆 AML-90 装甲侦察车。这是法国陆军基于北非作战经验研发的，比较适合在山区作战，但是防护不行，在美法无人机面前只有被开罐的份儿。还有什么 M2615、M36 坦克歼击车，美国2战后的装备，特点就一个字：老。至于空军，只能说有，但作用一般，基本上都是执行运输、巡逻和侦察之类的任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战备飞机用于防御行动。美法一个无人机群就能解决，无论空中力量还是地面装甲力量，尼日尔军队都不行，根本抵抗不了。瓦格纳这边的情况也一样，缺乏重武器，也没有空中支援。这也没办法，尼日尔太穷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8年度人类发展指数，尼日尔在189个国家中排名垫底，堪称全球最不适合生存的国家。2021年，尼日尔的总 GDP 只有149亿美元，人均 GDP 588美元，压根儿没钱买武器。唯一的优点就是资源多。尼日尔是世界第5大产油国，已探明油储量42万吨。油矿的原材料属于核武器制造中的必需品，价值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高，这也是战事会发展到现在的原因。尼日尔军方驱逐美法驻军，让瓦格纳进驻尼日尔接管矿山，这谁都没办法接受。美法支援西非联军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战斗开始，在尼日尔的美国 MQ9、法国的阵风、德国的无人机都可以为西非联军提供战场监控、战场侦察以及战术打击与近距离对地支援等战斗任务，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美法军机进入尼日尔展开空中行动，解决瓦格纳战斗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轻武器的瓦格纳根本顶不住。尼日尔不是乌克兰，在这里没有俄罗斯空天军、防空导弹部队以及坚固工事，地雷阵和远程炮兵群也不存在。瓦格纳光靠轻武器和装甲汽车无法阻挡 F-16与幻象2000对地的轮番轰炸。当然，不排除俄罗斯后续支援尼日尔的可能，派往尼日尔的士兵只是瓦格纳集团的一小部分。
普里戈金遇袭之后，瓦格纳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白俄罗斯，或许会有一部分增援非洲。虽然过去1年半的乌俄战争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困扰，经济停滞不前，武器都快不够用了，但是非洲这地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同时，如果俄罗斯想要避开北约的制裁，非洲是个不错的选择。普京也知道这事，前不久的俄非峰会上，普京就表示，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俄罗斯工业制成品卖到非洲各个国家。可以说，瓦格纳与美反的这一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俄罗斯很有可能继续派遣瓦格纳士兵支援。这就有一个问题，瓦格纳离开白俄罗斯后去哪儿了？投降乌克兰到底是真是假？就火力军来看，瓦格纳从白俄罗斯撤退后只有3个去处：前往非洲、投降乌克兰以及跟国防部签订合同。因为导弹命中或者炸弹爆炸等原因，瓦格纳的高层已经被团灭。不过火力军说句实话，普里戈金在2023年6月24日放弃进军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死了，现在只是被彻底埋了。当然，不管普里戈金遇袭的真相如何，属于瓦格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按照佩斯科夫的说法，俄罗斯不存在瓦格纳这样的军事组织。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瓦格纳那25000名士兵去哪儿了？只是瓦格纳官方除了在社交媒体上怒斥杀害普里戈金的俄罗斯叛徒之外，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导致现在各种说法都有。有消息说，驻扎白俄罗斯的瓦格纳士兵已经驱车重返俄罗斯，准备为普里戈金报仇。还有消息说，俄罗斯正在安排瓦格纳重新武装，然后投入到乌俄战场，甚至还有瓦格纳投向乌克兰的消息。到底是哪一种，火力军也不知道。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瓦格纳已经离开白俄罗斯，乌克兰边防部队和情报部门已经观察到瓦格纳从白俄罗斯境内流出，美国卫星也发现了异常，白俄罗斯境内营区的帐篷和居住设施已经被拆除。至于瓦格纳去处，有消息说，因为普里戈金等人的死亡，已经有数百名瓦格纳士兵准备投奔乌克兰。在库皮扬斯克、卢甘斯克前线，也有一名瓦格纳代表主动联系乌军投降。按照这名代表的说法，现在瓦格纳的攻击目标只有克里姆林宫，所以前线的瓦格纳人员愿意向乌克兰投降。火力军对于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保持怀疑态度。且不说瓦格纳士兵为什么还在前线，怎么越过白俄罗斯边境抵达乌克兰都是一个问题。而且听说俄罗斯已经紧急行动，把白俄罗斯境内的瓦格纳士兵全部接回俄罗斯本土。所以火力军估计，瓦格纳士兵前往非洲以及与国防部签订合同的可能性最大。俄罗斯不可能放弃普里戈金培养的士兵，以及自2014年以来在非洲那边的商业利益。俄罗斯接收瓦格纳，基本上就掌握了瓦格纳在非洲的人脉资源。目前瓦格纳在至少10个国家开展业务，所以一部分瓦格纳士兵会继续执行原有的任务。而且普里戈金坠机之前，瓦格纳就已经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协议，将继续在国外提供服务。之前驻守在白俄罗斯的瓦格纳战士已经有一部分出于收入的考量离开白俄罗斯去往了非洲，只是新的瓦格纳需要换一个领导人，顺带再换一个名号，这点我们下面细说。另外还有一部分士兵会进入俄罗斯正规军，普京之前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要求所有协助军队执行军事任务的人员，包括瓦格纳在内，都必须在俄罗斯国旗前宣誓，效忠于国家与宪法。目的就是告诉这些瓦格纳士兵，克里姆林宫才是他们效忠的对象，而不是普里戈金。说实话，宣誓本身起到的作用有限，特别是这些雇佣兵，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当然，普京也知道这个问题，这只是走个过场，洗白这些瓦格纳士兵。总的来说，在火力军看来，瓦格纳之后其实还在，只是名字、领导人都会不一样。而且由于一部分进入俄罗斯正规军，瓦格纳的规模会无限缩小。这可不是火力军瞎说的，俄罗斯已经准备创立一家新的佣兵公司来接管瓦格纳的全球业务。目前瓦格纳在叙利亚负责守卫的油田已经被悄悄收回，并将护卫的任务交给了驻守叙利亚的俄正规军。利比亚的哈塔夫与俄罗斯官方会晤时也提到了更换私兵集团服务商的问题，所以火力军认为这就是一个换了皮肤的瓦格纳。重点来了，谁来接班普里戈金，继续领导新生的瓦格纳集团？俄罗斯既然不愿意放弃瓦格纳这种非正规的私营军事公司，那就会让一个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人负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有可能接替普里戈金成为瓦格纳新领导人的人员，就是一名代号为白发的瓦格纳高层。
按照俄媒的说法，白发的名字叫特罗舍夫，是一名俄军退役上校，曾参与过阿富汗战争和2次车臣战争，立过不少战功。退役后就加入了瓦格纳，并在叙利亚多次指挥瓦格纳作战。普京之前与35名瓦格纳高层秘密会晤时，就明确表示过，瓦格纳就应该在白发的指挥下继续参与乌俄战争。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是瓦格纳士兵进入乌俄战场，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其规模会无限缩小。这点无论是进入俄正规军，还是继续在非洲执行任务，都是一样的。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分店，瓦格纳属于是一分两半，规模能大才怪。除了这个原因，普京的看法也很重要。瓦格纳叛乱事件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就在削减瓦格纳的规模和实力。普京给了瓦格纳士兵3条路：接受国防部收编、卸甲归田或者前往白俄罗斯。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前面2个选项，也有一部分士兵选择前往白俄罗斯。对于那些继续跟着普里戈金的瓦格纳士兵，俄罗斯也有办法解决，拒绝向白俄罗斯支付瓦格纳驻扎在该国境内的一切经费，这就导致瓦格纳出现了经费不足、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又迫使一部分瓦格纳士兵选择了离开，回到俄罗斯。而且有了瓦格纳叛变的前车之鉴，普京不会放任下一个私兵扩大，新生的瓦格纳集团自然不会达到之前的规模。总而言之，瓦格纳、普里戈金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就跟佩斯科夫说的那样，俄罗斯在法律上不存在瓦格纳这样的军事组织，即使它确实存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瓦格纳还会去哪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